这是一个执着的梦想，不日铿锵，来日方长。这是一个忠诚的信仰，昂首向前，期待远方。为了真理，为幸福奋斗，哪怕再大的风，再高的浪，从不会迷茫，从不彷徨。世界的明天充满阳光，我迎着风，坚定信念，感受光芒。我看到如此真实，如此美好的未来。我迎着风，坚定信念，拼尽力量。我知道美好愿望不会辜负了时光。我迎着风，坚定信念，感受光芒。我看到如此真实，如此美好的未来。我迎着风，坚定信念，拼尽力量。我知道美好愿望不会辜负了时光。正如马克思所料，回到巴黎的马克思很快就被驱逐。1849年8月，马克思一家先后横渡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伦敦，开始了长达34年的流亡生涯。在伦敦，马克思著书立说，完成了工人阶级的圣经《资本论》。你还想听哪个故事啊？爸爸，你说过今天会带面包回来的。好孩子，马铃薯也很好吃。卡尔，你的大衣呢？我拿它当了几个钱。我在大街上碰到了革命流亡者，他送了我那袋马铃薯，所以我也给了他一点钱。对不起，亲爱的，我以前应该省点钱。没什么，卡尔。我知道那些钱花在有益的方面，只是你不该当掉你的大衣。这个刺骨的冬天，你该怎么度过？别担心我，木西怎么样了？疼痛折磨了他一晚上，现在他终于累得睡着了。我可怜的孩子们，我已经失去了小格维多和弗兰西斯卡，我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个孩子了。不会的，现在我们有钱了，我马上去请大夫。马克思先生，你已经拖欠了半个月的房租，今天说什么也得交。房东太太，请宽限几天，不久我朋友就会寄钱来了。哼，我刚才看你去了一趟当铺，总该有些收入吧？啊，房东太太，我当了我最后一件大衣，才得来这一点钱。我的小儿子病了，我得用这个钱去请医生给他看病，这是他的救命钱呐！哼，救命钱！不交房租，你会发现你孩子连挡风的地方都没有。今天要不交房租，要么一家子都给我滚出去！房东太太，我们这儿有马铃薯，都给您，求您别赶我们走。我的弟弟病得很重，他不能再受风了，求您了。房东太太，您也是做母亲的，我求您看在这个孩子的苦难的份上，再给他一条活路吧。请您再宽限我们3天时间，3天之后，我们一定会把钱全部补上。什么都别说了，交钱或者出去。我愿意给您洗衣服、擦地、清洗厕所。燕妮，房东太太，我从小就伺候夫人，特别会干活。你带我走吧，我愿意服侍你，
求您了，求您了，爸爸妈妈。卡尔，你们这是怎么了？亲爱的朋友，你来得太及时了。卡尔，燕妮，孩子们，我带钱来了，希望没有太晚。既然带钱来了，那该交的房租都交了吧？希望下个月也能这么快收到房租。谢谢你，恩克斯。抱歉，我来得太迟了。孩子怎么样了？不太好，我现在去找医生。爸爸，木西，别说话了，爸爸在这。爸爸，你答应过我，等咱们有钱了，你给我买个玩具。我不想吃药，我想要玩具。好，你等着，爸爸马上就带玩具回来。木西，你会好起来的啊！妈妈给你做好吃的。爸爸妈木西，木西，我的孩子！这是个什么时代？这是个什么社会？我一心为了苦难的人民谋取幸福，可我连自己孩子的生存条件都谋取不来，我算什么父亲？我已经撑不下去了。卡尔，正是如此，你走的道路才无比正确。为了不让更多的悲剧发生，你应该坚持下去。恩格斯，你知道吗？我的孩子个个体贴懂事，就因为他们父亲的坚持，一个个受尽苦楚。到如今，我甚至连个棺材都买不起，无法给他下葬。5年，我们失去了3个孩子。我和你一样恨透了这个社会。你的妥协也许能救我们的孩子，但你的坚持能救全天下的孩子。我不想让我们的孩子死得毫无价值。为了他们，你必须更加坚定自己的道路。木西，爸爸向你保证，一定让你看到一个幸福的未来。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么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支持不住了。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2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上就要出版了。
马克思先生。没关系，小伙子。不过，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您天天都来，我听见大家都是这么称呼您的。哦，小伙子，你感冒了？是的，先生。你叫什么名字啊？马克思先生，我叫托马。家里太冷了，可把我冻坏了。先生，您每天都在这里读书，一定知道很多事。有个事我想不明白，能问问您吗？好啊，你问吧。家里没有煤，冷极了，我就问爸爸，你不是在煤矿工作吗？为什么不去买煤？爸爸告诉我，煤矿老板把他们解雇了，没钱买煤了。我就接着问，老板为什么要解雇你呢？爸爸说，因为煤太多了。先生，爸爸的回答把我弄糊涂了。家里没有煤，是因为煤太多了，煤多了可以卖更多的钱。爸爸本应该挣更多的钱，可反而丢了工作。你说这奇不奇怪？我问爸爸，他也想不通。小托马，这个问题你之所以想不通啊，是因为煤矿老板有个秘密没有告诉你。啊？什么秘密？您快告诉我。这就是资本的秘密，也就是剥削的秘密。劳动创造价值，你爸爸通过劳动创造的一些价值被老板，也就是资本家悄悄地拿走了。价值？简单点说，你爸爸辛辛苦苦从早干到晚，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为老板白白干活，白干的部分都装进了老板的腰包，这就是剩余价值。老板们越来越有钱，你爸爸只能拿勉强糊口的工资，这就是剥削的秘密。他凭什么剥削我爸爸？凭他有资本，因为煤厂是他的呀。工人们一无所有，想要生活，只能选择给资本家打工，任凭资本家剥削。我知道了，因为剥削，所以爸爸的工资很低。可我还是不明白，怎么爸爸多挖煤，煤越多，老板不奖励爸爸，反而不让爸爸干了呢？小托马，其实煤不是真的多，想买煤的穷人买不起，买得起的富人又用不了那么多，煤只是显得好像有很多的样子。我把这种现象叫做生产的相对过剩，煤过剩，卖不出去，煤老板赚不到钱，就不给工人发工资了，你爸爸就只能回家了。我明白了，所以煤太多了，我爸爸就失去了工作。那煤老板为什么不能便宜点卖给那些需要的穷人呢？你还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太让我吃惊了。这是因为追逐利润是资本的本性，赚钱是资本家活着的动力。要降价把煤卖出去，这可是要煤老板的命啊，他们才不干呢。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得让更多的工人知道这个秘密，把工厂从老板手里夺过来，让工人说了算。小托马，可惜你认的字还不多，要不然可以看看我的新书。政治经济学，批判，孩子。马克思先生，我要赶紧回家把这个秘密告诉爸爸。谢谢你，再见。再见，有机会到我家去玩，我的家人们看到你一定会很高兴的。好的。要是木西还活着，也该这么大了。
你看，这个人也叫托马啊，他厉害吗？啊！孩子们，今天想听哪本书啊？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巴尔扎克、政治经济学批判。小托马来家里做客了，今天允许你们多听半个小时的故事。马克思家的精神食粮是丰富的，这也许帮他们忍受了物质条件的极度匮乏。在资本主义社会，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越旺盛。亲爱的，你的信是恩格斯的信吗？是威德麦从美国寄来的。自从纽约每日论坛报停止收稿以后，咱们的收入少了不少。快看看他有没有好消息。还是没有报社给你约稿。什么？而且，美国的经济越来越萧条。看来商业危机波及到了美国，比想象中的严重。要不是有沃尔夫的馈赠，我们真的过不下去了。沃尔夫是我们的战友，更是我们的家人。他临终之前，把所有的积蓄都留给了我们。他的去世真让人难过。我想，最难过的可能是恩格斯。我得给恩格斯写封信，安慰他一下。亲爱的恩格斯，对于沃尔夫的去世，我跟你一样难过。我们失去了一位最忠实的朋友。德国革命失去了一位价值无比的人。不过，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我之前的预言已经被验证了。只要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消除不了，危机就会无法避免的周期性爆发。是时候把问题剖析清楚，让世人了解真相了。卡尔，危机一次又一次的来临，说明资本主义肯定是有大问题的。你的经济学研究著作的完成刻不容缓，我希望是越快越好，让你这10多年的心血早日在世人面前展现。我的老朋友，你急切的心情我理解，不过现在出版这本著作还不是时候。最近我的强迫症愈加严重了，看自己以前的文章总能发现不少问题。为了避免这种遗憾，我需要查阅更多的资料，力求做到没有瑕疵。另外，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字还不足以凸显书的内容。前几天母亲写信抱怨说，如果我能够给自己弄到一大笔资本，而不是写一本论资本的书，该有多好。这让我想到，干脆这本书就叫《资本论》吧。卡尔，你的老毛病我是知道的，太追求完美了。其实很多时候，你自己觉得有问题的文章，我们外人完全看不出来。我十分期待你的经济学著作的问世，我相信那一定是一部惊世骇俗的巨著。我和你一样相信，随着商业危机的爆发，阶级矛盾的加深，随着工人阶级革命觉悟的提高，新的战斗即将打响。老朋友，想念你。卡尔，忘了告诉你，你白天去大英博物馆的时候，出版商麦斯纳又来催稿子了。你别忘了，你答应交书稿的日期已经过去10天了。燕妮，你懂我的。在写成一个完整的东西之前，我是不会送出任何其中一个部分的。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在它们没有完整的摆在我面前时，不能拿去复印。哎，
你看，我又发现了一个逻辑错误。先生，麦斯纳先生又托人带话催稿子了。告诉他，我病了，稿子还得等几天。你别催他了，卡尔的肺炎这么厉害，最近毒疮又犯了，他自己也着急，焦虑的总是失眠。就算是晚上能睡上几个小时，连梦话都在说什么剩余价值、可变资本、抽象劳动这些词儿。卡尔，《资本论》还不出版吗？恩格斯，这首先得怪可恶的肺炎和更可恶的毒疮，让我不能安心写作。跟讨厌的福格特论战，还耽误了我2个月。现在既要忙活国际工人协会的第1次代表大会，还得跟普鲁东分子做斗争，白天根本顾不上写书，只能晚上干活。况且，我还想把它写得更完美一些。你精益求精的态度让人佩服，不过，现在工人们太需要你这本书，时机刚刚好。听你的。那我就不等各卷都写到满意了，先出第1卷吧。欢迎光临我的美丽城堡，这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初期，弑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制度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他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恩格斯，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样，第1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做的牺牲，我是绝不可能完成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我的亲爱的、忠实的朋友。祝你好。1867年9月14日，马克思经过20多年呕心沥血、刻苦钻研而写成的划时代巨著《资本论》第1卷，终于在德国汉堡正式出版。《资本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规律，使社会主义真正成为科学理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资本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最厚重、最丰富的著作，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
流离失所，失去了挚爱，也被世人不解和冷落。我不要在名利的光环下迷失自我，不忘初心，一往无前，点燃燎原之火，让信仰引领不安的心。这和马克思为民营团结起来革命，这和马克思没有谁能熄灭我的热情，这和马克思为人类的解放深入真心，这也和马克思。尽管此刻我不被理解，你不懂我热爱的一切。或许我们要就此告别，我期待重逢的那一天。又被国际工人协会选为总委员会的委员了。他们很愿意相信您，给您高官厚禄。法国工人奋起反抗，建立巴黎公社。我想起了一个像我父亲一样的人，他的信仰给我力量。你是在监视我吗？鼎鼎大名的马克思先生